婚礼当天，我舔了6年的未婚夫丢下我跑去照顾白月光，他妈还说是我没本事，留不住他儿子。我一脚踢翻婚桌，撕烂婚纱。拜拜了您，老娘不伺候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看到李婉婉的时候，我正在蛋糕店里给蒋默做蛋糕。透过擦得明晃晃的玻璃墙，蒋默嘴角带笑，抬手将李婉婉的碎发别到了耳后。女孩妆容精致，望向蒋默的眼闪闪发光，真是甜情蜜意，羡煞旁人。要是我不是蒋默未婚妻的话。身旁的浅浅见我盯着外面发呆，问：你发什么呆？年年费劲巴拉的做这干嘛？直接买一个，它不香吗？我低头看了眼做到一半的蛋糕，薄的几乎没有的奶油上面铺着一层现磨的咖啡豆。蒋默嘴很挑，蛋糕奶油多了他不吃，没有咖啡粉的香气他也不吃，所以每次他生日我都会亲手做咖啡粉薄奶油蛋糕给他。我勉强对浅浅回了个笑，我好像看到蒋默跟李婉婉了。我去，白月光啊，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艾希尼可要看紧蒋默了，男人只有挂着墙上才会老实，更何况是没得到的白月光。浅浅在一旁激动的上蹿下跳。我拍拍浅浅的肩膀，脱下围裙，拿起手机给蒋默打了个电话，被他挂了，再打还是挂断。随即他发来了一条信息：在忙。对，确实挺忙的，忙着陪前女友逛街，忙着为前女友瞻前守后。我和蒋默认识6年，舔了他5年。大一那年，我跟爸妈吵架，心情不好，跑去酒吧喝了个烂醉。从酒吧出来的时候，被2个小混混拦住，我眼看着他们对我动手动脚，身上却乏力得很，没法动手反抗。跟偶像剧一样，蒋默赶走了那俩混混，还贴心地把我送回学校。年少时的爱意来势汹汹，无法抵挡。我开始四处打听他的消息。我知道他叫蒋默，大我2届，是计算机系的学长。他很优秀，人又帅，是当时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。但是当时蒋默跟李婉婉正打得火热，我只是默默地喜欢着他，做不了恋人，做朋友祝福他们也是好的。后来他们毕业的时候，李婉婉突然要和蒋默分手出国。蒋默送李婉婉走那天我也在。我看着蒋默拉住李婉婉的胳膊，问她能不能不走，看着李婉婉拨开他的手，看着蒋默平时那么骄傲的一个人蹲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真特么心疼。所以当他问我要不要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明明知道他不爱我，还是很开心地答应了。你不爱我没关系啊，未来那么久我总会让你爱上我的。当时的我天真的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，只要我足够爱他，他早晚会爱上我。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地响着。我翻着李婉婉刚更新的朋友圈，红了眼。深爱过的人怎么会只爱一次？曾经的誓言现在依旧可以兑现的感觉真好。谢谢你的话啦，纯爱无敌。配图是李婉婉抱着一大束红玫瑰，歪着头笑得明媚。图片左小角的沙发上赫然放着蒋默的外套，我买给他的。原来蒋默也会买花哄女孩开心啊。那为什么在一起5年他从来没有送过我花泥？哪怕我故意打趣他男朋友，人家今年情人节也想收到一束鲜花呢，他也只是淡淡的告诉我他不喜欢这些无聊的节日，然后给我转账，让我自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强烈的落差感让我喘不上气来，心脏一寸寸冷下来。我紧紧攥着手机，指骨咯吱作响。拨给蒋默的电话终于通了，我在忙，
今天晚点回去，不用等我。蒋默语气平淡，像跟我说家里电费用完了再交一下一样平常。我没忍住质问：在忙？忙什么？忙着陪前女友逛街，还是忙着给前女友挑玫瑰花？他大概是被我的质问问愣了，许久没出声。艾希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等我回去了跟你解释好吗？我能想象到他此刻一定在用手指捏着眉头，心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5年了，万一是真的有特殊情况呢？他不是不懂分寸的人。好，那你现在回来，我就听你解释。良久，蒋默才那在边出声：艾希，我现在没法回去，你不要闹。婉婉她刚回来，房子又出了问题，她一个女孩子不安全。等处理好了，我立马回去。你信我？握着手机的指尖因为太过用力而泛白，眼泪在眼眶中聚集。我咬牙道：不行，我要你现在就回来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我们就分手。没等蒋默回答，我就挂断了电话，眼泪再也无法克制地汹涌落下。他能想到李婉婉一个女孩子在家不安全，那我呢？我不是经常一个人在家等她回来吗？难道李婉婉没有其他朋友吗？要前男友帮忙？明明一早就知道他不爱我，为什么现在还是怎么会那么难受？我倚在沙发上，看着桌子上我和蒋默的合影发呆。只要今天你回来，我就原谅你。当然，他没回。一夜无眠，思来想去给蒋默寻找借口，换来的是蒋默和李婉婉一起站在门外。艾希，阿默说你生气了，我来跟你解释一下。我在这里没有什么朋友，昨天中介非要我多付1倍的钱，不然不让我住。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联系的阿默。我跟阿默都已经过去了，要是我们真的有什么，也不会轮到你了，你就放心好了。你不要那么小气嘛，就是普通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。李婉婉站在蒋默身后，笑嘻嘻地看着我，一拳打在蒋默背上。不是让你给艾希买了花吗？愣着干嘛？快去拿来呀！蒋默无奈地看了李婉婉一眼，对我说：你们先聊，我去就来。好一个绿茶发言！我强忍着心里的不适，开门让李婉婉进来。既然已经分手了，我希望你们就不要联系了。李婉婉坐到沙发上没回应我，打量着房子里面的装饰，突然笑了。这吊兰草她还留着呢，当初我差点把它养死，难受好久。阿默为了哄我，特意找了好多资料，细心照料，又把它给养活了。他说我喜欢的，他都会好好守护。你说他傻不傻？一棵草而已，怎么那么上心呢？这就跟人一样，你陪了他5年，我一回来，他的心不还是在我这？要是我呀，就赶紧卷铺盖走人了。我听着李婉婉的话，耳边轰的一下炸开。刚在一起的时候，蒋默格外在意这株吊兰草。有一次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把它碰到地上，花盆摔得碎成了好几片。他眼角泛红，大声质问我想干什么。我不知所措地道歉，告诉他我不是故意的。他一言不发，小心翼翼地将吊兰草拿起，重新种下。严肃又悲伤的样子让我内疚了好久。我还以为这是什么重要的东西。5年来，我细心照顾着这株吊兰草，生怕一个不留心，吊兰草死了，蒋默会难过。我看着桌子上的吊兰草，郁郁葱葱，叶子饱满充盈。原来我这5年来一直照顾的是蒋默对李婉婉的爱意啊，真是讽刺啊！我一把将吊兰草连花盆一起摔地上。我能养它，就能随时毁了它。蒋默，你以为他会选你吗？你在做梦。我们在一起5年了，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早就是过去式了。
你凭什么觉得他会选你？凭一盆花吗？一盆花能代表什么？你说一盆花能代表什么？我睁大了眼，望着他带着笑意的脸，嘴硬在此刻发挥到了极致。和蒋默在一起的5年，他没有给我他会毫不犹豫选择我的底气。或许是我眼里的迷茫被李婉婉察觉，她捡起地上的花盆碎片，狠狠地在腿上划了一道，血迫不及待地往下滴着，看上去狰狞极了。她坐在地上轻蔑地笑了起来。来，苏艾希，我们来看看他会选谁好了。有我在，你们成不了的，他也只能是我的。他特意咬中了成不了的字音。我看着他志在必得的样子，心里莫名的窝火，想拉他起来，让他滚出我的家。伸出去的手还没碰到李婉婉，便被蒋默喊停了。苏艾希，你在干什么？蒋默一把推开我，满脸的关切地去扶李婉婉。你流血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蒋默推我时的力气并不小，我一个没站稳额角，狠狠地磕在了桌角上，一股热流顺着额角流到脸上。我抬手一摸，是血。阿莫，你对艾希那么凶干什么？我看到这盆吊兰草，忍不住感叹了一下，才让艾希误会了。艾希也不是故意推我的。李婉婉扶着蒋默的胳膊娇嗔道，眼里是一闪而过的得意。蒋默一把抱起李婉婉，看向我的目光里充满了冷漠和怨恨。苏艾希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小肚鸡肠了？那只是一盆花，你至于跟婉婉动手吗？亏婉婉还特意来给你道歉。他甚至连问都不问我发生了什么，就断定是我伤害了李婉婉，带着自己白月光跑来跟我耀武扬威，现在还反过来责怪我不够大度。胸口发闷，闷得我几乎喘不过来气。我盯着蒋默抱着李婉婉快要走出去的背影。蒋默，我才是你女朋友，我才是你未婚妻，你要为了他把我自己丢下吗？你看清楚了，你的未婚妻被你推倒，她也在流血。蒋默停顿了一下，连头都不舍得回，声音冷得让我浑身乏力。为了不让我帮婉婉，你真是煞费苦心啊！流血了。我只看到婉婉正在流血。5年前我就说过，我和你在一起不会有爱，这是你同意了的，你好自为之。说完便飞速走了，好像晚1秒他心爱的李婉婉就会死掉一样。我只觉得心头一阵绞痛，眼泪再也无法克制地汹涌落下。好一句好自为之。蒋默说得对，我们刚在一起时他就对我说过，他心里有李婉婉，容不下我。是我一意孤行，坚信只要我足够爱他，总有一天会让他爱上我。和蒋默在一起的5年，与其说是恋人，不如说是室友。他对我克制隐忍，从来不跟我发生争吵，纪念日和各种节日会给我转账，对我父母也很周到，是大家眼里的好的结婚对象。可是这有什么用呢？李婉婉一出现，他就变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第一次和蒋默发生冲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。想起刚刚我还信誓旦旦的给李婉婉是蒋默不会选她，我居然有点想笑。李婉婉一定觉得那时候的我很可笑吧？原来爱有了对比是那么的可笑，原来5年来的我那么愚蠢。我拿起手机给钱钱打了电话，额头的血不停地流，我需要去医院包扎。钱钱骂骂咧咧地把我带到医院消毒包扎，怕有后遗症，钱钱还逼我做了个全身做检查。我没想到的是，李婉婉也在这家医院。蒋默正贴心地喂她咖啡粉和奶油蛋糕。李婉婉脸蛋红扑扑的，眼睛笑成了月牙。难为你了，那么多年还记得我喜欢的蛋糕类型。这咖啡粉不会还是你亲手磨的吧？原来不是蒋默嘴挑，
而是李婉婉喜欢呢？他只是在透过蛋糕想念李婉婉而已。握着浅浅的手攥得生疼，我看着浅浅满脸担忧的表情，想对她笑笑，眼泪却不由自主地顺着下巴滴到脖子里，凉丝丝的，让我很不舒服。浅浅皱着眉，用手给我擦了把眼泪，一脚踢开半开着的门，一手打掉蒋默手里的蛋糕，然后迅速给了李婉婉一巴掌。你们俩可真是绝配，一个贱人，一个舔狗。蒋默，你可真不是个东西！我们家艾希给你做了5年蛋糕，合着都被你用来祭奠前女友了，真恶心到家了。说着还想打蒋默，却被蒋默擒住了手。他眉心紧锁，语气焦躁：“够了，苏艾希，你带着你朋友在这里发什么疯？”却在看到我额头上纱布的一瞬间愣住了。艾希，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说着，他走上前想牵我的手，我一侧身躲过了。浅浅看他走向我，猛地窜到我面前，跟母鸡护崽一样护着我。怎么，你还想再推我们小希一把，让他再摔一次？死渣男，滚远点！蒋默脊背一簇然僵，他慌乱地缩回手，目光不安地望向我。艾希，我没想过伤害你，我不知道你真的摔到了。我跟婉婉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看着蒋默亮晶晶的眼睛，曾经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眼睛，跟星星一样好看极了，此刻却突然无感了。当年那么喜欢的人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蒋默，我们分手吧。既然你那么喜欢他，那我成全你们，你自由了。蒋默却突然白了脸，分手？我不分手。艾希，我们在一起5年了，而且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下个月就是婚礼了，怎么能分手呢？我不分手。他眼底是浓厚的歉意和固执。艾希，你原谅我一次，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心口隐隐作痛，我苦笑着摇摇头。蒋默，你觉得那盆花真的只是一盆花吗？你生日的蛋糕真的只是一个蛋糕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。那是我对你的爱，现在你却告诉我，这些都是你缅怀李婉婉的方式。你说我要怎么接受呢？我可以接受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爱我，甚至我可以接受你爱着李婉婉。可是蒋默，你怎么能用我对你的爱，爱李婉婉呢？5年啊！难道5年来你就没有对我动过心吗？你就不内疚吗？我自我感动的为你做着这一切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？我看着蒋默摇头，说不，突然就释怀了。爱这个东西不是你付出了就会有收获的。这5年来我做什么都光顾着他会不会开心，他会不会喜欢，从来没想过自己喜不喜欢，开不开心，其实也挺累的。蒋默，就这样吧，对我们都好。浅浅拉着我走出病房，我看着他挥着拳头警告蒋默不要跟上来，有点好笑。李婉婉还在医院，他怎么可能丢下她来追我呢？蒋默不知道是不是脑子坏了，竟然开始给我认错了。在我从我们的公寓搬走之后，他开始天天给我打电话、发信息，每天一束花，各种甜点不间断地出现在我房间门口。你看这些事情，他做起来也没有那么难嘛。那之前的5年，他怎么没想到呢？浅浅说他是慌了。我在的时候，每天跟舔狗一样对他好，为他付出，他觉得我无趣，觉得理所当然。可是现在他突然发现我也是会离开的，就开始想挽回我。浅浅说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我觉得浅浅说得很对。而且面对对蒋默期盼已久的关心，我心里居然没了一丝开心，甚至觉得很烦。早些的时候他干嘛去了呢？等我不爱他了，他又来关心我，是不是太迟了些？婚礼还是没取消。我怀孕了，蒋默的。我舍不得一个小生命的流逝，
也不想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。他对孩子那么温柔，应该会是一个好爸爸吧？按照李婉婉的个性，他一定会在婚礼现场捣乱。如果蒋默的反应让我满意，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。我告诉蒋默怀孕消息的时候，他很激动地抱住了我，呜咽着：“小希，我一定会对你和孩子好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”我的手悬在空中好半天，最后还是回抱住了他。蒋默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中间李婉婉也给蒋默打过电话，但都被他挂断了。打得多了，蒋默就当着我的面直接拉黑。来我家，蒋默就直接让保安把他赶出去，颇有一番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。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看到他的决心，不过我也已经不在乎这些了，只要他扮演好一个好爸爸的角色就够了。婚礼如约而至，洁白的婚纱，还有玫粉色的手捧花，跟我期待了5年的场景一模一样。我爸把我的手交到蒋默手里，泪眼婆娑的要蒋默好好待我。蒋默满脸坚定的答应，司仪说着吉祥话，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和谐。李婉婉就是这个时候来的，她一袭红裙，满脸泪痕，站在台下大声叫着蒋默的名字：“蒋默，你真的要娶她吗？那我们之前的誓言呢？你都忘了吗？”蒋默握着我的手，猛地一用力，脸一下就变得苍白。“我要和你谈谈，要是你不同意，我就让你后悔一辈子。”李婉婉扬起手里的东西给蒋默看，是一把水果刀。说完转身就跑了。蒋默本来握着我的手，还在不停地用力，握得我有点疼。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？去呗，不去说不定你的白月光要割腕自尽呢。他面上一喜，一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。小希，我不等他把话说完，将手从他手里抽出来。你去了，我们就结束，你看着选吧。什么时候谈不好，偏偏挑在我婚礼的时候谈，他李婉婉安的什么心你看不出来？蒋默往前走的脚步顿了一下，还是跑去追李婉婉了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真是伉俪情深，感人至极。台下已经乱作一团，婚礼现场前女友现身，新郎出逃，多劲爆的新闻！蒋默妈妈还在大声炫耀着：“我儿子就是厉害，要结婚了，还有女孩倒贴，你瞧瞧，还追婚礼上来了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儿子娶媳妇1分钱没花，还怀孩子了。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儿子还看不上他呢。他闹，他哪敢闹啊？都怀我儿子的娃了，谁还要他？我看在孩子的份上，给蒋默一个机会，到他妈这居然成我没人要了。”看着蒋默妈妈趾高气扬的高谈阔论的样子，一股火气蹭的一下子窜了起来。我拿过话筒宣布：“婚礼取消，今天就当请大家聚餐了，各位吃好玩好。”拿剪刀剪掉身上繁琐的婚纱，取下头纱。我走到蒋妈面前，狠狠地甩了她一个巴掌，一脚踢翻她面前的餐桌。“我给你脸了是吗？”他妈被打得愣了一下，坐到地上开始哭嚎：“哎呦，快来人呐！儿媳妇打人了，我不活了呀！你这个泼妇样，谁敢要你啊？怪不得我儿不要你。这天底下哪有打婆婆的儿媳妇？你个毒妇哟！”前喊来保安，要将蒋默妈请出去。我爸气得面色铁青，我妈则抱住我开始掉眼泪。小希，她颤声道。我拍了拍我妈的胳膊，表示我没事。笑死！之前我面对蒋默妈的刁难和挑三拣四一再忍让，都是因为对她儿子的爱。如今她凭什么认为我还会受她的搓磨？你看清楚，我和你儿子还没结婚呢。这一巴掌是因为你嘴贱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打得你下不来床。你儿子倒是想娶我，不过他没机会了。
说着，我抬手又要打他第二巴掌，被浅浅拦了下来，怕我打得手疼。保安将蒋默妈还有那群亲戚赶了出去，还好蒋默之前不操心婚礼的事情，所以婚礼都是我策划的，钱都是我付的，不然今天被赶走的就是我们了。好好的一场婚礼，居然以这样的闹剧开始收尾，想想也挺闹心的。我妈抱着我的胳膊哭个不停，我就说蒋默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非要嫁给他，看看这都受的什么罪呀！我爸一把甩掉衣服上的喜字，好像那是什么特别晦气的东西一样，不结婚也没事，爸养你一辈子。我抱住我妈，轻声安慰着，有爸妈护着的感觉真好。其实也应该感谢李婉婉的，要不是她，我怎么能打破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？我还在幻想为了孩子和他和好呢。蒋默这样的男人怎么会成为一个好爸爸呢？他随随便便就可以抛下我和孩子，又怎么会把孩子和我放在首位呢？在一个父母不相爱的家庭里，孩子怎么会幸福呢？如果还没有出生就知道了不会被偏爱，倒不如没有出生。不过还好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浅浅陪我去医院做了引产手术，在家陪了爸妈一段时间。我想出去散散心，浅浅不放心，非要跟我一起。订好机票，飞去三亚，看到拉萨宣传，又坐火车去了拉萨。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和秀丽的草原风光，让心胸都似乎开阔了不少。和蒋默之间的事好像过了很久，如果不是蒋默频繁给我打骚扰电话的话，我大概是不会想起来他了。在我把引产手术单发给他后，骚扰电话也没了。本来就是靠我的一腔欢喜支撑的关系，喜欢没了，关系自然也就淡了，散了。人本来就该向前走，不对吗？勇敢地先享受世界，一直回望回忆的人只能留在原地。我面试了一家服装设计公司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离家近，每天上班，吃完饭陪爸妈遛遛弯。不婚主义的浅浅时不时来蹭住，日子每天过得都很快乐。听说李婉婉逼着蒋默娶了她，但是蒋默对她不远不近，很疏离，这让被蒋默深爱过的她怎么受得了？家里天天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的。后来李婉婉实在受不了蒋默这个样子，给他戴了绿帽子。她说：“你不能给我的，凭什么不让别人给？”因为见过蒋默深爱他的样子，所以他不爱他的样子，他一看便知。蒋默妈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天天在家跟李婉婉斗得死去活来。家里不顺利，导致蒋默工作也不顺，连出了好几个差错，差点被开除，反正过得一塌糊涂。听说蒋默出去喝酒的时候，一直说李婉婉不如我，很后悔什么的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，大概是有些解气的。人嘛，拥有的时候永远是有恃无恐的，失去了才知道珍惜。不过失去了才珍惜，那又怎么用呢？亡羊补牢，为时已晚。番外，蒋默，在我快要和苏艾希结婚的时候，李婉婉回来了。她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要回国定居，遇到了点麻烦，哭着让我帮帮她。我知道我应该拒绝她的，但是想到记忆里笑颜盈盈的她，我鬼使神差的答应了。我帮她跟房东协商好，又忙上忙下的陪她采购，看她满心满脸依赖我的样子，让我感觉回到了当初和她热恋的时候。心里其实觉得有点对不起艾希，她最讨厌一段感情里有杂质。我告诉自己，只是普通朋友帮个忙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想到会那么巧，被艾希遇到。她打电话质问我在忙什么的时候，我的确慌张了一下。那么多年，我已经习惯了有她，我不想因为一点小事就和她闹别扭。又想到之前她那么爱我，
我妈对他各种刁难他，跟我抱怨，我随口安慰一下，他就开心了，我就安心了一下。大不了回去好好哄哄他，他绝对不会离开我的，他肯定舍不得。他还在说，只要我现在回去，他就听我解释，晚了就分手。他怎么可能舍得跟我分手？而且我已经答应帮李婉婉搬家了，晚一点回去怎么了？他怎么变得那么斤斤计较？李婉婉主动跟我说，第二天和我一起回去帮我解释，这样也好，既可以兑现我的诺言，又能解释清楚。还是李婉婉懂事。李婉婉好心去给苏爱惜解释，她倒好，居然把人家推倒了，还划伤了人家的腿。还好我及时赶到，不然还不知道她要怎么欺负婉婉呢。我看着婉婉腿上一直流血的伤口有点烦，苏爱惜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爱争风吃醋？我抱起李婉婉要带她去医院包扎，苏爱惜居然质问我要为了婉婉把她自己留下吗？说她也受伤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推她的时候刻意放小了力气，怎么可能伤得了她？又是争风吃醋的小把戏，真的是烦死了。在医院照顾婉婉的时候，又碰到了艾希，她居然真的受伤了。我以为她为了让我留下故意撒的谎，谁知道居然是真的。我有些愧疚，我让她受伤了，还在这里照顾前女友。他那个朋友上来就打了婉婉一巴掌，把我刚刚涌起的愧疚打散得一干二净。我有点生气，这关婉婉什么事？但是看着艾希眼里没有一丝情绪波动，我有点怕她真的生气了。我想牵她的手跟她解释，她居然躲开了。之前我主动牵她一次，她都会开心好久的。她说我种吊兰草和咖啡粉薄蛋糕是在缅怀婉婉，是我承认一开始我确实是用这些来纪念婉婉。可是那么久过去了，我早就把李婉婉忘了。我爱的是艾希，在现在的我看来，那就是一株普通的草和一个普通蛋糕。他又和我提了分手，他不会真的想要和我分开吧？就为了那么一点小事？我想拉住他，和他解释清楚。他那个朋友居然说我又要伤害他，怎么可能？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他，我只是想解释清楚。艾希不许我跟上去，婉婉还在眼巴巴地等着我照顾她。算了，等艾希静一段时间，我再去找她解释吧。她向来懂事，会理解我的吧。艾希搬走了，无论我怎么向她示好，她都无动于衷。这不是她之前一直想要的吗？怎么我现在给她了，她还不开心？她不喜欢婉婉，那我不联系婉婉不就好了？她至于这个样子跟我闹吗？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她突然告诉我她怀孕了，那是不是我又有机会了？我很激动地抱住艾希，告诉她我不会让她失望的。她同意了，这一次我一定好好珍惜她。婉婉经常给我打电话，虽然我很想告诉她我也没办法，但是害怕艾希多想，只能拉黑她。我想跟艾希好好过下去。婚礼如期而至，我终于能娶到艾希了。可是婉婉居然来了，她拿着刀要跟我谈谈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之前她跟我说过，要是我不爱她了，她就殉情，让我后悔一辈子。她不会做傻事吧？我有点着急。可是我要是去了艾希怎么办？我能不能先去阻止婉婉，再回来继续婚礼？毕竟人命关天，艾希应该能理解吧？我犹豫着看着艾希，她果然贴心。她说让我去呗。我刚想吻她一下，告诉她我解决完了就回来，她居然说去了我们就结束。她这不是在逼我做选择吗？一边人命关天，一边是未婚妻，我怎么选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这婚礼都在举办着了，而且她都怀了我的孩子了，就算为了孩子，她也不会真的离开吧？先去追婉婉，要是她真的做了傻事就不好了。
大不了回来了，我好好哄哄艾希，说些好听的话，她向来吃这一套。艾希没等我，她走了，她真的走了。家里空荡荡的感觉让我心慌，我不敢回家。家里每个她生活的地方留下的痕迹，几乎能把我逼疯。每天下班，沙发上没有她等我回去的身影，卧室也没有她当宝贝护着的玩偶，桌子上她留的便利贴还在。我看着家里熟悉又陌生的摆设，难受得喘不上来气。原来她在我心里已经有了那么重要的地位。每次喝醉，我都会给艾希打电话，万一她接了呢？我只想听听她的声音。我们还有个孩子，为了孩子和我说说话也可以呀。如果她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把她捧在手心里的。艾希给我发了引产手术单，她说：“蒋默，你别犯贱。”我看着手术单懵了一下。我知道我们真的回不去了，她不会原谅我了。李婉婉逼着我和她结婚了，我妈天天跟李婉婉吵来吵去，真的很烦。这都是我的报应，我罪有应得，谁让我弄丢了爱我的人呢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